刚刚快递按了门铃，送来了一大箱东西，我想开箱给大家看，我搬不动，所以我请我们家的壮丁把它抬进来了。现在我打开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我在网络上一家商店叫做 Louisiana Pantry。到时候如果住在北美的朋友们有需要这个网站，我会把它贴在视频的下面。这个面粉 King Arthur，据说现在是市场上面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一款面粉，可以高达14.7%。我家常常自己做面包，做到我的先生孩子都不太在外面买面包吃。我最常用的是 King Arthur 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一包，大概5磅左右我的用量很大。那我用过很多各个不同的牌子，那我觉得是 King Arthur 他们的面包面粉其实是最好用的。那其他的什么有机的啦，或者是意大利面粉，我都觉得应该是 King Arthur 的最好。这个影片并不是有拿赞助，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要试一试，在市场上面所盛传最高蛋白质的这个面粉，我想来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个蛋白质最高的面粉跟一般我们在市场上面买到的5磅一装的面包面粉，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到时候我会展现给大家看。好，我们拭目以待咯。嗨，大家好。我刚刚开箱给大家看，我在网络上买到传说是现在在市场上最高的蛋白质14.7%。我现在马上就用这个King Arthur 的这个面粉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做我们家最常吃的面包。听说在好事多有一款面包热销热卖，很多人都喜欢。那根据我先生的说法是，我这个已经很好吃了，所以我想把这个配方分享给大家。这里面已经有2杯的King Arthur Sir Lancelot 的面粉。这个面粉目前在北美的市场是还没有5磅装，然后还有一杯也是 King Arthur 的全麦面粉。那我会加1小匙的发粉，半匙的盐我的盐用的是喜马拉雅山盐有的时候我连盐都不放，那有的时候是我会反而是不能说我忘记放，是因为现在都讲究吃的健康，能不吃盐就不吃盐，那所以有的时候我是不放盐的。再来就是1大杯的蔓越莓记得刚刚我说了，这个盐呢不要跟素发粉放在一起。好，再来这是干料，这是我把它打碎的核桃。那你们会看到这个很不清楚，这是当家庭主妇的一个秘方。我常常会把它准备一个这个袋子，然后放在冷冻柜里头。我用完我一样就马上放回冷冻柜。我倒出1杯我要的量，然后就着这个冷冻袋应该说保鲜袋，我就把它给打碎。打碎了之后，我就把它用了。我就把它倒进来，这里面一样有1杯有1杯。其实是今天要做给大家看，我才告诉你们1杯、2杯、3杯。面粉我都是以固定的量，但是我的蔓越莓和我的这个叫做核桃，我常常是以铺满一个平面为主，自己家里吃嘛，何必计较这么多呢？有的时候是越多越好，但是记得不要过量。过量的话，面粉它没有办法支撑你所有里面你要加进去的核桃啦，或者是蔓越莓。那基本准则是，如果你想多吃一点，你就是盖满一个盆，这样子就是很好的一个准则。
另外，我这个配方我加的是70%的水。很多人说加到80%，那就要看每个地方的面粉的干湿度。我觉得70%是刚好可以让这个整个面粉成团。好，我现在把这个面粉加了水进去。记得这是我的很好的一个秘方。等一下可以再放回冷冻柜，跟你的一大包的核桃放在一起，下次就不需要到处找砧板呐，或者是还要洗砧板这个就是可以一直用到一整包的核桃用完了，下次连同整包的核桃的袋子一起丢掉这样子其实是很环保对于妈妈来说，这样子做其实也不需要一直洗砧板把手弄得很干燥。再来就是把它给拌一拌，拌均匀，等到成团为止。这个动作可能是需要2分钟，我觉得只要拌到没有白粉。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哎呀怎么拌不动了，好像还有很多的白粉，这时候适时的另外再加上半杯哦，不要太多哦，太多的话等一下面粉如果是太稀了，其实对于后面的操作是非常不利的。好，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干好像有一点干，所以我再去补半杯的水。好，这是半杯的水。很多的食谱都告诉你是80%的水，那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是太多了。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操作或者是等一下在整面的时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那我自己觉得，你先从70%，70%的意思就是你3杯面粉乘以0.7，所以是2杯左右。那这个的水的增减其实也有关系到你的这个干果。如果干果放得多，那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点的水让这个干果果干我也搞不清楚应该怎么说，果干让它有一点水可以吸收，免得等一下这个在烤箱里面就是烤得太干了。那根据我的经验是70%以上的水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70到80就是真的是有点多。好，那各位请看这个我的面粉其实快差不多了好，我想再1分钟应该就可以了。好，过了1分钟的搅拌，那我发现盆底所有的白粉通通都被我拌到面粉里面去了。这个时候这也是由大家自己斟酌大家可以选择加橄榄油，可以选择加融化的奶油。那这一次我选择什么都不加。那一样，我觉得在家里的手做基本上就是吃食物的原味，最简单其实就是对身体最好的。因为大家在吃这款欧式面包的时候，会在另外的加像起司片啦，或者是火腿呀，或者是再涂一点奶油进去烤。那时候再加奶油，那不想让自己的身体多一些负担。那当然，你加橄榄油也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家有时候是只倒了一点橄榄油或者一些红醋沾这样子的面包，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再加橄榄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最后一个步骤，我就把我的秘密武器拿出来。好，这个是我的万用帽，在北美你可能花个10块钱可以买到很多个。我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让我的面粉发酵。这时候我会把我的这个面团放到我的烤箱里面去。我做这个动作最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做，我会让这整个面团在我的烤箱里面睡1个晚上。那常常有人说要吃老面，其实这款面包已经是老面，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它发酵，所以这款面包
吃完是不会有胃酸啦，或者是打嗝的这种情况。好，这是睡了一个晚上的面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空气。我现在要撒一点干粉，在我的工作台上，把这一团面粉给它塑形，放到另外一个盆子里面，2度发酵。好，放一点干粉。很快的来整形，上面我还是放一点手粉，避免一点点粘黏。我通常是对折2次，这样算1次。翻过来，第2次，像折被子一样，很容易。再来用我们的刮板，尽量把2边往里头收，就是一个圆。家里的手作尽量简单。我会另外再准备一个料理盆，家里有什么盆，有汤锅也可以用汤锅，都可以，没有问题。我就把这整理好的面团放在另外一个我准备好的料理盆里面，2边尽量往里头收。如果是80%会太湿，这是70%的水。那我昨天因为有加了一点果干，我另外又放了半小杯，把它放到里面。接下来我还是得请我的秘密武器，把它给盖起来，继续放到烤箱里面。冬天的话，可能需要2个小时让它再长大。我现在把它放到烤箱里面，让它2度发酵喽。这是我们发酵了我刚刚从烤箱拿出来的面团，发酵了1个小时。在冬天没有开暖气在台湾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开暖气，可能需要2个小时的发酵时间。我这个是已经发酵1个小时。我的家里是有开暖气，大概常温是25、26度左右。那我的经验是，天气冷，这个面团在外面待个就是第2次发酵的时候是2个小时，绝对没有问题。可是这时候呢，我必须再把它盖回来，因为我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容器来烤。我这个容器，我今天要用的是铸铁锅。那铸铁锅我选择是开烤箱的时候，我的烤箱会设定420度。的同时，我把我的铸铁锅就直接放到烤箱里面来，从一般的常温到420度，可能需要10分钟的时间。我这台烤箱每个人家里的烤箱是不太一样，我可能需要10分钟。那10分钟的时候，我再把我的铸铁锅拿出来，再给大家展示我们怎么样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好，在烤箱到达420度以后，再15分钟，我们的铸铁锅在里面停留了15分钟。我们把烤箱打开来，这个动作希望大家能够小心一点戴厚一点的手套。把铸铁锅拿起来，盖子放在旁边，烤箱再盖起来。下一个动作，有的人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在面包上面做一些修饰了，有些人就是雕花，拿个刀子啦或剪刀做你喜欢的这个
样子。那我今天选择不做，我就直接把我的面包连同纸从这个发酵盆拿起来，放到铸铁锅里面。这个动作请小心。再来把我们的铸铁锅盖子盖上，放回我们的烤箱，再把烤箱打开。这时候这个面团必须要在烤箱里面20分钟。接下来的另外一个步骤是20分钟以后，我们把盖子打开，让整个面团再烘焙20分钟，那这个面包就好了。好，我们的面包盖着在铸铁锅里面盖着盖子，用420度的温度烘焙20分钟。那我现在把我们的烤箱打开，把它的上层盖子拿出来，再把烤箱盖起来，再用同样的温度让整个面包在里面待20分钟。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面包拿出来，看看今天的成果怎么样咯。好，20分钟到啦，我们现在把面包连同铸铁锅一并的把它拿出来。这个动作请小心，因为很烫啊。好，连同铸铁锅一起拿到上面来。好，从烤箱拿出来也把整个连同烤盘纸一起放到台子上，让面包放凉了以后，我们来切给大家看，看起来样子很漂亮。好，我现在切给大家看，听这个声音，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疗愈？好。再补一刀哈，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这一次挑战好事多热卖的核桃蔓越莓面包。大家可以看到切开之后的气孔是非常的漂亮，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挑战好事多热卖的核桃蔓越莓面包，我相当满意这样的成果。那如果大家有问题，请在留言，那稍后我会把我们的食谱补上。